1923年，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孙文与苏联代表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岳飞的签署联合宣言，不仅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份宣言代表了什么？它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的走向，又是如何在更广泛的国际层面上产生影响的？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协议的签署，更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交汇，一种文化和政治理念的融合。孙文作为一位革命家，他的理想是什么？他与苏联这样的强国联合，对于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他的这一决定如何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发展轨迹？此外，这一事件也揭示了当时世界政治的复杂性。苏联为何要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联系？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联盟又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产生了何种影响？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一历史事件对今天的我们有何启示？它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合作与冲突的深刻见解？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决策有何影响？视频将通过深入探讨1923年的联合宣言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分析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中国的革命进程和国际政治格局，从而带领读者走进一个既复杂又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1923年的联合宣言签署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不仅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波澜。那么，这份宣言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它是如何塑造中国革命的路径的？同时，它又是如何影响着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的？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份宣言的核心内容和它所代表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协议，更是一个战略联盟的标志。这份宣言承认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同时苏联也承诺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这对于当时正处于动荡中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它给予了中国革命力量以及孙文领导的国民党以强大的国际支持。然而，这份宣言并非没有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苏联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而做出的一种策略性布局。通过支持中国的革命，苏联试图在东方建立一个友好的政权，从而在国际政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解读为中苏联盟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的理解。此外，这份宣言还对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加强了国民党内部的左翼力量，同时也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内部的政治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国际层面上，这份宣言使中国成为了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西方列强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看到苏联的影响力在东方逐渐扩大之后。这种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为中国争取到了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合作机会，同时也使中国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后，这份宣言对中国人民的心态和视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份政治文件，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家走向独立和强大的希望，同时也对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心态的变化为中国后续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1923年的联合宣言不仅是中苏两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更是全球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的签署不仅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也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继续深入探讨1923年联合宣言的深远影响，我们不得不提及其对中国内政及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启，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首先，从国内政治角度看，联合宣言极大地加强了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和左翼力量。这种力量的增强，促使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国民党内部的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其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取向和战略决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得以更加有效地组织和扩展其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民党对中国政权的控制。在外交政策方面，联合宣言使中国的外交重心发生了显著转变。从过去的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开始尝试寻找新的国际伙伴和合作关系，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不仅为中国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开启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外交策略的转变，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了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多的合作机会。同时，这份联合宣言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渴望，同时也增强了民众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这种民族主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和革命活动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份联合宣言并非没有负面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分裂和社会矛盾。国民党内部的左翼力量与右翼力量的矛盾加深，这在后来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冲突和内战。同时，联合宣言也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复杂化，特别是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这些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革命和发展的进程。在国际层面上，联合宣言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国际参与者。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单一转向多元。这种变化不仅使中国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国与苏联等国的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开始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而言之，1923年的联合宣言不仅是中苏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深入探讨了1923年中苏联合宣言及其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产生的深远影响之后，我们来到了这段历史探索的终章。这一部分将着重讨论联合宣言对中国长远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一历史事件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首先，联合宣言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国际地位的建立方面。通过与苏联的合作，中国不仅获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也在经济和技术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一变化对中国后续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中国开始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逐步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变。在政治体制方面，联合宣言的签署促进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国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逐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对中国后续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内战和政治斗争，但它最终导致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
在国际层面上，联合宣言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开始摆脱西方列强的影响，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合作。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在后续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打下了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联合宣言的签署并非没有负面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和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些矛盾和冲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挑战和困难。此外，联合宣言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参与者。这一变化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国际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责任。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1923年的联合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它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长征的一部分。这份宣言和它所代表的历史时刻，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仍充满挑战。中国需要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不断解决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也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对1923年中苏联合宣言及其历史影响的探讨，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也能从中得到关于国家发展、国际合作与冲突的深刻启示。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全球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时代和地域，对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启示。